啊，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，抽空去一趟吉春，找周秉义，先探探底。探探底？啊，我们家小董啊，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。说白了，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。所有人啊，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。郑娟只要肯放手，周炳坤有可能顺势推舟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例外。老周，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，否则周秉义肯定会有戒心。来，为您的高瞻远瞩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高瞻远瞩谈不上，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。就这件事儿，就是歪打正着。太谦虚了，您这个。大刚，吃饭了啊！大刚，吃饭了。哎，恒恒，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？阿姨，一个瘸子问大刚事儿呢。哪来的瘸子啊？问他事儿？问他啥事儿？爸妈上班了。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？上星期去了，这星期就不能去了。爸妈饭我都做好了，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。我说啥了？这么冲？多少路来着88路。哎，这个你留着喝吧，我家里还有，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。我不喝茶。哼，不喝酒不抽烟，茶都不喝，难得的好青年。哎呀，好青年，快40了。我快70了。从部队转业到这儿30年了，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。哎，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，你了解吗？90%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，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？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，小臭啊，哎，你来，坐。关于对你的任命，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？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，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。是真的吗？不是。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，我和金大姐共过事，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。听我岳母说过，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。哦，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，看怎么说，对谁说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、素质好，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、更识大局、顾大体。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。要说问题，当然有，而且严重。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，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，啊，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，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。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、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，那更是看不上眼。比如我。你很有自知之明啊！哎呀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，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。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？
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，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，必须要由部里、省里双管齐下，共同牵头引进外资。引入外资的方向，我们香港地区、韩国、日本，中央财政吃紧，力不从心，救济款申请了几次，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。省里更困难，可是没有外资融入，转产根本就玩不转。所以说，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，只能是维持局面，别出事。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，连地皮一块儿。这是方案之一吧？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，工人怎么安排？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，自谋生路吧。哎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哦，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，还有工作证。门卫登记了吗？登记过，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。啊，前面那个办公楼啊，2楼右手走到头，就是书记办公室。记住了啊，不许乱走乱看，这是军工厂。啊，北陀寺到了啊，要下车的往前走一走。来，下一站坡里。郑娟，郑娟。光明出家了，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楠楠呢？很好。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。他爸是周炳坤。当然，当然。那我说说骆世兵的事儿吧。他这2年挺好的，以后会更好。他说了，要送孩子出国念书，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。他还说，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，他是可以离婚的。我现在这职位啊，就相当于是副厅，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，给我升成正厅，死活我就不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，在中国当领导就2头，哎，最上头说了就能算，最下头说了就能干。是，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？官僚主义。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，厂长想干一项目，市场调研也做好了，市场信息很准确，肯定能盈利的，但他做不了主，拍不了板，往上报到公司老总那儿，做不了主，再报到局里头，局里头再报到纪委、部委，什么这委那委的，等上头腾开时间，说研究研究，商量商量啊，决定这事儿要办了，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，再回到厂里头，再开始设计、规划、生产。这起码2年就过去了，可这2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，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，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，2年以后它就滞销了，你怎么弄都是个死。这点，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，起码衙门少啊。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，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、小政府大社会。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别老姚，麻烦你个事儿啊。你说。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，甭管丑俊免不了，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儿留个好印象，能理解吧？
你就说什么事儿吧。我是想啊，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，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，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。不，这画大饼啊，你也得分时候。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，你让我再上台这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，日子过得多美，这不遭人恨吗？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，不是你别笑，有这种事儿。说实话啊，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，反正我皮糙肉厚的。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。说得对，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，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，就算挨揍，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。对，是这意思。哎，中午想吃什么？哎，你这一说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我这一直琢磨着，就是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。山下还没下雪呢吧，姐？光明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啊，咋成这样了？你气色也这么不好？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，酿成了火灾。那跟上头反映没？反映了，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。那咋不好好修修啊？你看这都成啥样了？钱不够？远远不够。那就再跟上头说呀。上头又不管印钱，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。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？不一样啊。谁的家里没有困难？其实我觉得没啥，慢慢修呗，能修成啥样是啥样。主要是我师傅年事已高，急火攻心，一病不起。没上医院看看啊？医生说回来养着。啥意思啊？没治了？那师傅要是真没了，那这寺庙也就没了。没事儿，真到那天，姐带你回家。迎新已入信门，敬信。啥信？你不必懂，你只要懂得，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。那你打算咋办？另找去处。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！光明，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，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，你明白吗？姐，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久违了。哎，刘大哥，味儿还行。哦，孙总还真自服啊！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。你当领导啊，你即使领导不在，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，是吧？您这权力得下放。你像我这企业，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。200万以外啊，是20万也好，是2000万也罢，都是他们自由支配，用人也是，是吧？你记着啊，我的公司除了正职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。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，你权力下放的越多，他们压力越大，压力大了就有责任，有责任他就有上进，他上进他就有竞争，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，对吧？啊，重点，你听大哥这句话啊，领导就是用人，
哎，你得用对的人，明白吧？你要是忙，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。那行，那我忙去了啊。行啊，记着啊。啊，记着哥。哎呀，你跟人说这干嘛呀？这小店儿，你知道什么时候店儿就干大了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这看你弟弟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？过继给你一个呗。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，那就老了呢。哎，跟你说也无所谓了。我弟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，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。哦，你想啊，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，能给我吗？给他们家老大，他媳妇儿能愿意吗？不是，那个炳坤呢？炳坤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多年呀，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，甚至比亲生的还亲。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，我突然横插一杠子，这也不合适啊。说句不该说的啊，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。有时候想想，真挺羡慕炳坤的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说到底呀，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。不要说这个炳坤这条件挺好的呀，说要个有个，要样有样，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呢？哟，跟我还保密，哈哈。当初呢，家里是不同意，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，可炳坤倔呀，认准了就不撒手。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，未婚先孕。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的。我弟重感情，我弟妹那人也不错，就这一点，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，真算不了什么。不夸张的说啊，我们兄妹3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，全靠他了。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？很好看，很年轻，很喜欢你姐夫，说是要跟他结婚，跟他过一辈子。当你面说的。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？不知道，没问。是不敢问吧？那你自己什么感觉？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，工作也是他安排的，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。2个人要是想接触，倒是挺方便的。咋了？姐，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。想让他念我的好。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。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，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。你希望他喜欢你？说什么喜欢呢？老夫老妻的，笑话你姐呢。佛说，2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，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，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，唯有因果。所以我觉得，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，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。说得真好。不过呢，
孙小宁这事儿，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。这事儿咋商量？咋问呢？怎么想就怎么问啊！你就说，周炳坤，孙小宁喜欢你，你是选他还是选我？你要张不开这张嘴，我去帮你问。就知道闹你姐。光明，姐还有个事儿，是大事儿。有多大？你猜，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？水自流。跟骆世斌一起的那个。骆世斌想把楠楠要过去，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，要不了孩子了。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，让我给撅回去了。这一次，还得被你撅回去，就算是为了我姐夫。这个世界上，还是我弟最了解。光明，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。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，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。姐，出家人不打妄语，这件事儿，我真答应不了你。老杨，你这个底摸得好啊！老水来电话，我马上跟他说，有的放矢。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。人性是相通的。请问施主？哦，我是来进香的。请施主择日再来吧。元灵法师于3刻前圆寂了。哦，久闻法师圣名，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。老板小师傅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，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，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。到站了啊！有下车的没？好，走了。下站了，妈，妈。哎呦，下坡慢着点啊！走吧，赶紧回家，先把作业做了啊！走呗，一起走呗，我带你。不用，我推着回去就行。我坐前面，我走着就行。有车干嘛要走啊？走回去多费劲啊！哥哥车技超高，你放心。月，咱现在是大姑娘了，这么坐着不好看。这是我哥哎，小舅妈，你思想不健康哈。妈，你去哪了？我去看你光明舅舅了。他还好吗？嗯，挺好。哎呀，我这上山下山的，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。来，那赶紧上车，赶紧上车。你要嫌不好看，我坐11路，你帮我拿包。走了。慢点啊！路上注意点啊！慢点啊！上车呢？你那个，最近上学放学啥的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不认识的人，不要跟他说话。咋的了？没咋，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。走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。哎妈，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，最粗的那种，我上个双保险。啊，好。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，我这是图啥呀？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？奶奶吃萝卜。哎。为了给他爸治病，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我就跟德宝说，咱实事求是，你爸的丧事从简，
他不同意，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，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，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。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，咋风光啊？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！哎，倩儿啊，你德宝他爸咋的了？他爸死了。啊，这咋还哭上了啊？你说这人都死了，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，是吧，干妈？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，就为了这，他非得要跟我离婚。干妈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啊，你别急啥，吃点萝卜，吃点瓜子儿哈。干妈做主，你找你干哥，让哥给你做主啊。爸，这会儿不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。我不想听他说话，妈了，吵得我脑仁疼。那您就出去溜溜，这会儿真不用您。要不我就去扫扫院子。条子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，您都忙活一辈子了，歇一歇不好。哎呀，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啊，刚回来还成，时间越长越不行。哎呀，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。你妈妈都骂我了，骂我是贱骨头。爸，您知道王村吗？知道，城郊那个呢？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，以前炳坤在酱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。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，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人。哎，干爹，娟儿，我干妈这是咋的了？啊？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，他咋就听不明白呢？他不是不明白，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今天算好的了。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。炳坤咋还不回来啊？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。对呀，饭点儿，我都给气糊涂了。我得找炳坤去。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，他又是我干哥，他得对我们负责。春燕，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？不能吧？他说气话的吧？说什么气话呀？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，跟他妈一块儿住了。他好像是他爸刚走，他得回去陪他妈，他妈心情不好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。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？德宝，还带一姑娘。娟儿，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，咱俩都记着点呗。等炳坤回来，你跟他说一下。哦，好。跟我说实话，你要离婚，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？他是挺好，我和他也对脾气。但你说坤儿，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？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。媳妇儿我可以不要，儿子我不能不要啊。说啥呢？你这啥想法？跟你说坤儿啊，我老憋屈了，真的。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。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，说是从简，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就给烧了。他说啥？一切为活着的人想。哎，行，那怎么的？你妈是活人，你是活人，你孩子是活人，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！啊？怎么的？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？说我姨父去世了，两姐妹是个伴儿，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？俩姐妹在一起，有个伴儿，还行。你做伴儿，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？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？
我说坤，你别替他说话，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，他挣钱。滚蛋！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你说，干哥，他跟你说了吗？他搬出去住了。不是，老人现在这样，子女在身边也挺好。全是借口，他早就跟我分居了。曹德宝，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？你说话！不是这样，你把门先关上，关门，关门。他好久都没碰我了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说，感情都他妈没了，还能干那事儿啊？我他妈狗啊！我是。你什么呀你？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你管不着。没有。干哥，你看见了吗？说不明白了，你就开始耍赖了，是不是？我耍赖？哎，坤，我问你来，光字片、倒插门还有谁？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，我人穷志薄，我顾不上脸啊！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，干多少活出多少力，我不说了，我应该干的，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。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？住你分的房的时候还是。我就想啊，你能看见我努力了，咱们真心换真心。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，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。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，请你甭给我他妈拉屎！你说谁小人呢？你说你谁欺负？你说你怎么了？再说一遍！坤在这我扇你啊！你谁？你吵别吵吵行不行？行了，别吵吵，别吵吵了，行了。你坐下。大宝，来。以前不是说无限像祥林嫂似的吗？你怎么变这样了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想离婚？你要想离婚，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。离吗？不离我先走。走。山炮！你说谁山炮？山炮！哎，你说你是不是山炮？啊？你是个老爷们儿，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，你就拿出个样来，行不行？明天我就去趟王村，了解了解情况，再找找支书。咱爸是8级部，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？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。爸不图钱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钱呢是价值的体现，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？哎，妈咋说呀？妈说，原话啊，能走赶紧走，别老在我跟前儿唉声叹气的转悠，转得我眼晕。还是妈了解爸呀。去王村行，距离好，想去去，想回回。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。泽宝和春燕儿为啥要离婚啊？贫贱夫妻百事哀呗。那也不一定。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。那你得看咋比，都穷行，都富也行，就不能有穷有富。你没看啊？我那饭店，去我饭店吃饭，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。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。那你要说困难，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。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，人家2个人好着呢。还是爸那句话，人呢，没有知足的时候。哎呀，那你觉得为啥？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，好看吗？我觉得因为那小姑娘不能，
你就说好不好看吧。啊，不难看。年轻，春燕可真可怜。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，眼看着就老了。净成闲篇了，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。光敏那边搞点啥？没咋，你睡吧。见到楠楠了？还没放学呢，上午去见了趟老师，了解一下情况。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，老师说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人又聪明，为人正直，还很有上进心，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。总而言之，是个好孩子。他几点放学啊？4点半发。我想着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，我4点半过去，一定可以等到他。有一点可以肯定啊，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，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，因为啊，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。聪聪，吃饭啦！小舅妈，聪聪跟小孩玩呢。你哥呢？他还没回来吗？他没有啊。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，情不自禁；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，是流氓。但现在的事实就是，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得走了，再晚我妈该着急了。哎，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，我现在住的地方。哥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有道题不会做。这个一做不出来就问我，永远都做不出来。我今天啊，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。我相信啊，只要你们两个见面，只要他见到你本人，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，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。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？我口说无凭啊，他凭什么相信我呀？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。妈，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斌，是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是真的吗？妈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你爸，你先别告诉他。你打算怎么瞒他？你先别告诉他。
跟你说别等我了吗？我有事儿。啥事儿？昨晚太困了啊，早上起来，妈妈说你去走这儿了。光明这儿我听说了，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，你也别着急啊。那不行呢，让光明换个寺庙呗，就是远点儿。啥叫远一点儿？北陀寺已经是最近的了，最近来回也得1天。我不像你，你有爹有妈，你有哥你有姐，我没有。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他要离我远了，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激闹啥呢？我说不管光明了吗？我不是千手观音，你不得让我想想吗？小舅母，哎，妈，月月，哎，你不喝粥啦？吵架啦？我不好。你和他吵架了？他是谁？你们怎么说的？没说。那您晚上不睡觉，搁外边坐了一夜。跟你没关系。可站那儿。儿子，你15了啊，在旧社会，15岁都能当爹了。我确实什么都懂，而且我还懂得，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，他是谁？我爸。他永远是你爸，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，你记住没？我感激他，特别感激，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。瞒你是为你好。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，我现在15了，为啥还瞒呢？况且妈，咋能瞒得住啊？他能去找我，
他就能去找我爸。陈娟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直接找了孩子，你缺不缺德？楠楠现在是什么楠楠意见？听我的，我前时欠考虑，是我不对，但是斌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看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。另外，北陀寺那边，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。你还去找光明了？找了，碰钉子了？碰了。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，你可真是人。帮助光明，我是真心的。说句真心话，我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。我妈还在的时候，经常就说，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。可现在问题就是，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，那周炳坤怎么想？周家怎么想？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，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？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？这么些年了，你们一直瞒着楠楠，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？不光彩的是骆世斌。对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。但我要说句公道话，那么多年了，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。那就犯罪，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，怪我了。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相反，还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他没有这个孩子。他没有这个儿子。娟儿，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？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，他前途无量的。炳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，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。是的，在国内，北大就是天儿了。但是放眼国外，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。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？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在你们看来，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，从来没有工作过，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，不该有自己的主意。错了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最有的就是自己。只有有了自己，天就不会塌。所以这件事儿，周炳坤说了不算，骆世斌说了更不算。周楠还没有成年，他说了也不算，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。陈娟儿，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。那你就去告诉他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，我就告诉周楠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炳坤哥，你咋来了？啊，到市里开个会，过来转一圈。国庆的事儿，你问你哥了没？这还没碰着我哥呢。哎，是，你们啊都是盲人，
人呐，太忙了不好，太闲了啊更不好。为啥呢？不是生非，这从前吧，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，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，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，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弹的。现在呢，没班上了，饭还是不做，还得我做呀？为啥呀？这不就是没班上，在家里憋屈，心情不好吗？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呀。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。哎呀，想想我心都寒呀。行，过2天我找国庆聊聊。不是这事儿，你得给你哥说说。倩姐，秉坤哥那么忙，2摊子事儿呢，你容他个空吧。闭嘴！那你说话的份儿，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。瞅瞅我这个记性，哎呦，10点半让我交书单子，我都给忘了没影了。我先上库房啊，你想着点这事儿。哎，你哥咋样啊？还行吧，天天上2级新街蹲着等活。那活儿多吗？隔3差5吧。啊，我要是牵上关系就好。你等于已经帮他了，现在我的工资比他们1半多，准确的说4/5。行，你哥没白疼你。哎，你多大了？今年23。那该处对象了，有相中的吗？有了。是吧？我认识吗？谁呀？对方啥态度？他还不知道呢。那不傻帽吗？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，回头我替你说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。不能，你说你条件这么好，要长相有长相是吧？要文化有文化，而且性情也好，咋看不上你啊？那傻帽谁？我跟他说。好吧，秉坤哥，我找你说点事儿。你回家说吧。事儿有点急。那说。不方便。啊，我走。走啥呀？那上班时间，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？待着。嫂子。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，要不我知道他有事儿，都有事儿，都找我，我能咋办？我哥能咋办？咋解决？秉坤哥，啥事儿啊？我们能不能？哎呀，你们也解决不了。流血了，先洗啊。我来。
好的。您几位？啊。有小孩儿，那就6点半到7点，我给您留着。好。好嘞，同志。您几位？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师哥，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？不在。那您这是荣归故里？荣字儿担不起。我在深圳，骆世斌的助手。啊？怎么了？郑娟儿没跟你说起吗？说什么？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。我找你说点事儿，事儿有点急。姐，先吃饭。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？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？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，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。早上就没吃饭，吃着说。我还真是饿了。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？好像是。上会儿是真的慌了，现在回想，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，守不住一个定字。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，未定时最难，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。最坏的结果，强过不知道结果。失去师父，就是最坏结果。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，除非你跟姐回家。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，但还是有一点儿，再加上上头拨的款，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儿，日常用度上省着点儿，维持2年。还要再省着点儿。你还要怎么省啊？你再省下去，你都成人干了。姐，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说说你的事儿。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，但我也知道，夫妻2人要患难与共。你跟姐夫夫妻10几年，遇到再大的事儿，只要你们俩一条心，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。所以，听我的，吃完了就立刻回去。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。孩子是听妈妈的，他妈妈呢，是听你的。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。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。楠楠这孩子也是，一个字儿不跟我说。范总，喝点茶，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。谢谢。再帮我拿包烟。啊，好嘞，一会儿给您拿。坤总，您喝杯茶。李双华啊，你看你这手，白的不？哎，我洗来着。洗成这样，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，注意卫生。没洗干净。没洗干净有理是吗？下回再这样，别来了，出去。门带上。坤总这脾气有点大。早想把他开了，不是看他家里困难。不说他，说咱们事儿。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，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，说要回去就要回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
换句话说，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。孩子要同意，郑娟要舍得，我没意见。我也没权利有。你有权利啊！楠楠身心健康，各方面都特别优秀，就是因为你。我一点关系没有，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。你要说孩子养得好，那是他妈养的；孩子优秀，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。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。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、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，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。我有时也想，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、胆小怕事的性格，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？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，他非常感谢你。我来找你说点事儿。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，那时候你们正忙，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，没想到你也在啊。应该想到的。真没想到，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。我也不算一般人吧。现在知道了。宽儿，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？楠楠是咱俩的儿子，未婚先孕的。楠楠是骆士兵的孩子。骆士兵是谁？这事儿咋不早告啊？我去书店找你，就是想说这事儿。那也没说呀。孙小宁在，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？还是你根本没把孙小宁当外人？啥意思啊？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，你让我回家说。我说事儿有点急，你让我当着孙小宁的面说。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。孙小宁就在那儿啊。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，你还不让，一把抓住他的手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啥？行，我就当你不知道。孙小宁喜欢你，他爱你，他自己说的，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。不信你问他去。楠楠这事儿这么大，你不告诉我，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，你不没事找事儿吗？行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，我喜不喜欢他，你问问他，你不问，然后你憋在这儿，你生闷气吃干醋。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了，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，年不年轻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真像人家说的，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，咋的也过不成一个，是吗？都出这么大事儿，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？你不跟我说，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。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？你要真跟别人好了，那是小事儿吗？我跟谁好了呀？那我以为孙小……你以为？我说的就是这个，你以为？真的，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。当时她生的时候，除了大夫，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，我比她亲妈抱的还早。水子流找我的时候，我都懵了。你说这么大事儿，你不告我，你把我当外人，根本就不理解我。就这事儿，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，你就不理解我，你也没想理解。我咋把你当外人？你把话说清楚。
在你心里边，楠楠是你儿子，谁也夺不走。楠楠也不是我儿子，对吧？自私。我自私。自私。晚了，你说你这是上哪儿了？哎，炳坤呢？你俩没在一块儿啊？他还没回来吗？没有呢。在后边吧。吵架了？没有，没吵架。哎，让出去。这肯定是炳坤不对，我得说他。你看，你就回来。娟儿啊。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，啊，把话说开了就好了，别往心里头去，别憋在心里头，容易憋出病来呢。没事吧？真就犯了2成了，你这没事吗？肯定是他不好。娟儿啊，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。你知道从前呢，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炳坤。哎呀，小时候啊，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，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，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。你说我就寻思，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，营养不够？我是骗他呀，真骗他。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，这肯定说是先紧着他。妈就想啊，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。脑子挺好。后来你爸就说呀，你说这仨孩子，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，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？哎，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，老了，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，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。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？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。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。娟儿，妈，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太理解他。谁说的？都是他不好。那炳坤从小就没心没肺，也不用护着他。娟儿啊，因为这个家呀。操心了多少？妈知道。妈年轻的时候，你爸总不在，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。你看你现在，老老小小的一家5口人，你爸一回来6口了，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，这手脚都不沾地儿。好，妈不哭了啊！这孩子，你看，那个星期天不说吧？还没人给发工资，炳坤工资都给我了，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，那能一样吗？一头是国家发的，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。国家发的工资光荣，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？咱们干了这么多，又累又苦的，那咋还不硬气了呢？这事儿妈呀，寻思了一辈子，到了都没想明白。没事嘛，我没事。娟儿啊，有啥事跟妈说啊？妈心疼你。这个炳坤要是欺负你，你就跟妈说，回来我就削他。走，进屋吧，没事，走吧，走，进屋。
睡得着吗？装。你别装听不见啊！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，遇到这么大事儿，你跟我两条心。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，你说啥呢？我说啥了我？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？有啥二心啊？这么多年了，那么多难事儿，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？这话说的吧，你这孩子。娟儿啊，哎，妈，咱不心里头啊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，妈替你教训他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妈，没事儿。咋了？真没咋的，就喷了2句嘴。你说，你俩咋了？啥咋了嘛？没咋他这样啊？那不光明吗？那光明那寺着火了，烧了，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。光明没事吧？烧着了吗？没事儿，光明没事儿，就是寺庙着火了。哎呀，人没事不就没事吗？那寺庙是国家的，那上头总得管吧？你别急啊，别急。上头管呢，还给钱了。那妈知道了，是缺钱是吧？坤儿啊，你想想办法，你凑点钱。我咋想办法？看看咱家钱有多少，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。你看把娟急成啥了都。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。是啊，你跟你哥说，让他跟冬梅妈借呗。他工资高，这开销又少。不是，那你借了你还不还？是啊，这没事儿嘛。你别急啊，咱想办法。哎呀，对了，娟儿，咱不用借了，娟儿，妈还有个镯子呢，咱把那镯子卖了就行了。妈，不急不急，没事的。不行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儿，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。我上哪儿找活去？我国庆赶超，大老爷们都没活干，木材厂都黄了。木材厂黄了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你知道啥？别急啊！哎。光明的事你不该跟妈说，再让她跟着着急。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。对不起。娟儿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没错。以后不管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，你得告诉我，我是你男人，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得替咱俩扛着。你说这个小程这没消息，你说这怎么着？你给打个电话呀，给他。喂，
哎，水厂长是吧？哎，回来了。现在呀，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。哎，对。哎。喂，水哥。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，郑娟一口咬定楠楠是周炳坤的种。啊？耍赖吗？女人要这么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毕竟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，她说谁是爹，那谁就是爹。周炳坤的主意？那还真不是。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一说，他都懵了。你先回来吧。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，周炳坤说的，郑娟还是听的。你相信我的判断，我再去找他一趟。好。喂，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？有。他在火车站晕倒了，我们送医院了。哪家医院？是人民医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？骆总，蒋副厂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我就跑了10几家工厂，好话都说尽了，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。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，晚上回去睡不着，干瞪眼到天亮。小鹏，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？我只销出去40吨，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！我们400多吨货，9个人加起来，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。40吨。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？3吨，还搭了4块钱烟钱，是吧？没什么经验。冰棍儿，咱不能耍赖呀！谁耍赖？你知道，这孩子不是你的。证据呢？我问你，从这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，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？那70几年那会儿，你送那35块钱，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？你说当年，那后来呢？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？这2天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。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，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。你也明白，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。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，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？跟我哥有啥关系？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。你知道，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，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？你们找我哥，你们坤儿给个数。哎，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？只要合适，都是生意。那我落伍了，我不做交易，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。别那么快做决定嘛，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，比如你哥。慢点，你妈还炒菜呢。这楠楠跟月月咋还不回来？都放学多长时间了？你糊涂了吧？他俩不才是上学吗？吃饭吧。来，聪聪啊，我奶奶给你加点菜。来，妈，你自己多吃点。来，哎。你想认他，是吗？但是你想去美国，对吧？月月，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。我知道，你
有理想，有追求，有远见。你就别再笑话我了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。哥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可我怕我妈伤心。那还用说吗？你走了，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。我也是。但是啊，如果去了美国，将来学到了知识，有了出息，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，对吧？不早了，咱赶紧回家吧。周秉义不在家，还没下班。同志，您去那边走，你这自行车碍事儿。这小枝儿已经给他扎上了，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。没提要李松吧？用不着提。水哥就是水哥。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。我现在呢，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。水哥，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。